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呀。那为什么要找到真理，就要先学会放空自己呢？不放空难道找不到吗？放空自己有这么重要吗？的确很重要啊。放空自己被视为是寻找真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啊。因为放空之后呢，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个人的局限跟框架，去进入一个更宽阔、更平静的意识状态。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做人处事常常会被过去的经验啦、知识啦、信念、情感等等所影响，而造成偏见跟成见。这个会让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呢，充满主观跟武断。因此，当我们的心处在放空状态中这个会使我们更清楚、更敏锐的去观察或感受到内在的思维跟外在的现象。尤其心如果随时处在净空状态之中更能够产生灵感跟直觉这个从我们早上或者三更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灵感很好道理在这里。那心能放空就是什么？心无旁骛嘛，心无杂念。但这个会让我们超越人性，而更接近佛性那接近佛性就是离真理不远12年前当我从新马两地卸下执行长的职务的时候呢，返回花莲净思精舍。有一天我陪着证严上人在精舍里面走，突然间呢，上人停下脚步就对着我说：“你现在回来精舍，就要学习一切放空，一切头衔都是假名相。”当时我对上人短短这一两句话呢，感动，这个如获至宝我马上回答，我说：“上人，我会依教奉行就这么，这是很简短的师徒对话了但却是修行的大道理其实头衔只是世间法，也就是有为法，有来有去，有生有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要这样子想这是在《金刚经》里面已经提醒我们这个真理的啦。那头衔虽然是假名相，但世间的人呢，趋之若鹜，疯狂追求为什么？因为头衔虽然是假的啦假名相，但里面所附带的权利是真的那人人喜欢这种滋味享受这种权利的滋味就好像吃安非他命一样会很容易上瘾的一旦吃了就很难再拒绝它的这就是人性的真相所以才说要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出世的精神很重要，有出世的精神呢，就会看淡这些名利欲望不会被名利欲望冲昏了头也才不会因争名夺利而身忙心也忙身体忙碌，心灵盲目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因为权力欲望会让一个人腐败这个可以从我们最近新闻报道里面看到好几个人政治人物都是如此，不是吗？对，不是名就是利都是两个对，官的官判刑的判刑不过话也不能说死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权力跟头衔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佛法是不离世间法。好多年前证严上人要我承担副执行长一职我也是婉拒的那时候我跟上人说我说上人，我实做就好了，有没有头衔我不在意。但是上人马上跟我说，做世间事没有头衔也会很难做事情。意思是说，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是同等重要的啦。虽然前面跟我讲要放下一些名相嘛，但后面又提醒我，没有头衔很难做事情所以世间法是方便法，
佛法是真实法啊，要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叫做全实一体，全实并严呐啊。简单讲就是福慧双修啦，悲智双运啦。所以这句佛法不离世间法，后面还要补上一句呢，才会圆满哦，才不会偏一边啊。叫做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啊，这样两句连起来呢，就会完整，就会圆满了。所以不能偏执空，也不能偏执有，非空非有啊，这个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懂了。我们不都是讲诸法皆空吗？那《金刚经》不是也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是吗？意思是说，我们居住的这个世间是一个有为跟有漏的世间，就好像梦幻泡影一样啊，非常的短暂跟无常啊，也虚幻不实啊。所以不是真有哦，而是假有，因为最后也是一场空，所以才叫做诸法皆空。然而，人生最后真的是一场空吗？不是哦，因为因果不空，业力也不空。要死的时候呢，万般带不去，两手一摊，死的时候不是两手都开的吗？剩下来两手要紧握嘛，紧握这个权力跟欲望嘛。死的时候两手一摊，那真的是空的，不是吗？然而每个人都是带业往生去投胎啊。是唯有业随身啊，那这个是真的有哦。那这样讲起来，到底是空还是有啊？说空也对了，说有也对了，因为真空非空，真有非有，空而不空，有而非有啊。这个道理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讲的不二法门的道理。那不二法门，简单讲就是非福非祸啦。非顺非逆啦，非苦非乐啦，非佛非魔啦，等等，这些都是真理，不二唯一的道理。你看别人是魔，那是因为你心中有魔嘛，才看人是魔嘛。同理啊，你心中有佛，看谁都是佛啊，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的心有关。那近世语也说了，看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有问题啊，这也是跟别人无关呢。是跟你自己的心有关啊，所以才说万法唯心造，不是吗？那很多人呢很难找到真理，就是因为自己的心很难放空自己啊。那不能放空自己，就是无法放下啦，所以才会执空为有，执妄为真，把没有的东西当成有，把假有的东西当成真有啦。叫做信以为真嘛，不是吗？把有的东西当成没有，明明这个是短暂的，最终会消失的，就像棉花糖一样嘛。看起来大大一团呐，那其实它是一点点而已哦。然而我们却穷其一生啊，拼命在追求这一点点那一旦抓住这一点呢，还误以为是人生的全部哦。于是呢，就怎么样，紧握不放先享受这一点点甜头。再讲于是造成什么？但观鱼密，不见深坑这句话我们读书会提了好几次因为在深坑里面呢，越陷越深，这就是烦恼的深渊，也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心境写照啦有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提过，那用在这个地方也是很适切的我们再提一次佛陀曾经以陶罐来形容四种学佛的人。第一种是破洞的陶罐，就是听进去的法马上漏光光了嘛。那第二种是什么？裂缝的陶罐，听进去的法呢要慢慢漏光，因为它是裂而已，慢慢漏光。那第三种是满水的陶罐，心中装满了自己的知识、定见、主观，而没有空间注入正法，好像装满水的杯子一倒进去马上就满出来了，而留不住嘛。
那第四种是什么？既不破洞也不裂缝的空陶罐没有破洞也没有裂缝的空陶罐，随时是净空自己，放空自己，所以他随时可以注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可以净化自己，也可以随时挤出来去净化别人那刚刚讲的第三种人的满水的陶罐，就是所谓的什么？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深深执着在不正确的观念里面却还坚持的接受它，舍也舍不掉。那这样子的人呢，很容易恃才傲物自视甚高表面上是自信满满，实则是自满自大。那自满再恶化下去，就变成什么？我慢跟卑劣慢，对自己叫做我慢，拿来对付别人叫做卑劣慢简单讲呢，就是铁板一块啦，很难去感动他，去撼动他啦。同理，身着我见的人，也一定会坚持己见很执着自己的意见跟想法我们生活周遭也不难看到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因为只要稍一不慎，就会这样子很难放下执见，因为无法放空自己，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现象那我们要学习第四种人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那空陶罐是什么？就是空空的放下知见的去除我见的心空无见这样子的人呢，很容易跟烦恼说再见。那这样子的人，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正法入心，以毁悉除即得入于实质之中。入实质才能见实相。意思就是说，有亲近智慧的人才会洞察真理看到真相相反的，无明的人看到的都是事情的表象跟假象，以假乱真，而很容易以偏概全好像瞎子在摸象一样每个人的摸的都一部分，所以每个人都了解局部，无法了解全貌。那入实质之人呢，即使偶尔有一时的无明呢，他也可以大机大用因为他有智慧他会转念立即将无明妙用变成光明那即使碰到难解的问题呢，他也会自转法轮而把问题变成菩提所以即使偶尔碰到烦恼，他也能够立即放空，让心中船过水无痕那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要先学习什么？很简单，6个字：前脚走，后脚放。前脚走才能一切向前看那后脚放才能让过去随风飘，才不会活在过去，而无法活在当下。那这短短6个字呢，浅显易懂看似平凡浅淡但要做到，谈何容易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呢，显露身着我见跟自以为是的这种凡夫性认为自己已经很懂了不必再学了一般来讲聪明的人比较会这样子，也因此有一次正言上人语重心长的说聪明的孩子难教台语叫做跳回音拍嘎其实大人何尝不是如此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不是吗？所以被人家赞叹很聪明也不是好听的话啦孔子说：“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就是说，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这个是其知可及也啦。意思说，这个不必学，每个人都会。因为人性就是如此，但是人在得意的时候要保持恬安淡泊、朴实平素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这是其愚不可及也这是很难做到啦。看他好像傻傻的没什么，其实他是大智若愚
因为他懂得内敛谦德而深藏不露聪明才智还可以透过学习去启发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就不简单了大智若愚就好像什么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说不做事不管事而是外表看起来很低调，不着痕迹，不费周章，看起来好像无所作为其实他是无所不为大智若愚的人，那不是故意装糊涂，他是将锋芒毕露收敛起来叫做真人不露相人相非真人那这个也是要懂得先放空自己，才有办法进一步做到这样的境界透过放空自己来寻找真理的这个观点呢，是来自于许多哲学也好、宗教也好的传统理念那这些传统理念认为，心灵的平静跟淡定，跟无我的境界是通往更深一层真理跟智慧的途径。放空就是放下我执跟我见也就是放下自以为是的武断心态因为凡夫心是充满先入为主跟心存定见甚至被无止境的欲望所束缚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对真相跟实相的了解，而让我们无法接近真理所以放空自己是意味着透过放下而让自己的心灵更开放、更包容，从而更容易找到真理当我们放空自己的时候呢，内心会更平静跟祥和这个时候因为跳脱自我所以也会更容易聆听到自己的声音，跳出去来听我自己的声音反观自照，发现自己的缺点跟弱点这个就是什么水清见池底嘛简单讲就是要先放空自己，才有可能做到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进而提升自己那这个可以从一件事情去得到印证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当我们在跟别人争辩或者冲突的时候呢，往往是血脉喷张气势凌人可是等事过境迁之后，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到哎呀，刚刚实在很冲动，不必这样子，因为造成理直气壮而得理不饶人，彼此伤了和气。然而纷争已经造成了变成覆水难收这个是在冷静平静下来之后呢，自己才会这样子感到后悔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嘛，对不对？其实呢，这就是一开始没有放空自己而是脑子里塞满了我执我见，而义愤填膺、愤愤不平这个时候如果沉不住气，很容易就什么不平则鸣或口出怨言造成一发不可收拾就好像一杯我们曾经讲过嘛，对，一杯污浊的水，你越是搅拌它，它越是浑浊。你只要让它静下来，杂质就沉淀，清水就现前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才会有理性思考的空间才不会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也才会有同理心去同理对方。哎呀，原来大家都没有错啦，对错只是观念不同而已，有什么好争的？争到最后，即使你赢了，也是失去；即使你赢了战争，也是失去和平对，学佛的精神不是告诉我们无争跟随缘嘛，4个字而已对，所以把这4个字落实在生活中、工作中或人群中呢，就会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如果是知道但却做不到，这样还是叫做不知道这样所学的佛法用不出来学佛就白学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当我们的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时，才能以崭新的看法去关照所有的事物当我们的心空掉了所有的成见时，才能够从客观跟宏观的角度来判断各种人事物。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就能够接近真理了啦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更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住在公寓嘛
那宫就有水塔在顶楼啊，那水塔久了都会产生杂质，不是吗？啊，就管理中心就要定期请人来清洗啊。那要清洗之前，管理中心就会通知我们了，哎，你们要储水啊，某一天会没有水啊。因为清洗水塔之前，会将塔里的水先放掉，不是吗？否则没办法洗啊。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如果要清洗心地的污垢，清除心地的杂质，也是要先把主观、定见、偏见，甚至是刚刚讲过去的知识跟经验也是一样哦，都要把它放掉。等水池清洗干净了，啊，才开始重新放水进来，放法水进来啊。那四书中的《大学》里面有说啊，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这句话过去我们也提到过，用在不同的地方都好用。所以本末、始终、先后这个顺序很重要哦。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哈，要先诸恶莫作，才来众善奉行。否则一边加水一边漏水，最后也是空忙一场，不是吗？同样的道理啊，要先安内，才有办法攘外。人也是这样子，国家也是这样子，先要安内，安定内部，才能够抵御外侮啊。你自己不断的内耗，怎么去攘外呢？同理呀，要唱让爱传出去啊。我们慈济有一首歌叫做《让爱传出去》，有没有啊？要唱让爱传出去之前呢，要先唱另外一首啊，叫做把爱找回来啊。你总不能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啊，是吗？或是你自己都还体弱多病啊，却要向别人推销健康食品，那谁会给你买呢？是吗？所以要知所先后，才能近道矣啊。这个近道就是接近真理的意思啦，顺序要先弄懂。那许多静坐啦或冥想啦啊，都是在强调通过内心的宁静来达到更高层的体悟啊。不过慈济的菩萨道法门呢，我们比较不强调静坐或打坐，而是强调什么？动中修静，乱中修定啊。也强调啊，身在乱境，心是平静的。有一次啊，我在随师的时候啊，有机会呢，当众向上人的请法，我就问证严上人了，我说：“请问上人，您有没有在静坐？”上人回答说：“有啊，但我是静坐在那里，不是透过静坐来达到神通或灵通，我是在调息呀。”然后又继续讲哦。慈济的修学法门是不专于打坐，也不属于禅宗，不深入念佛，所以也不属于净土宗，非禅宗，非净土啊，非打坐，非念佛，主要就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啊。继续讲哦，啊，上人讲哦，那不管什么宗，都离不开六度万行啊，都离不开戒定慧啦。最后还是离不开投入人群，身体力行这一段是开宗明义的，让我们了解菩萨道的修行理念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透过静坐或打坐就能放空自己打坐才有，不打坐就没有这样不够究竟呢。然而我们也不能否定静坐跟打坐对有一些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话不能说死要持一些弹性的空间，跟心态要有所保留这样才会圆融了那只是我们对真正的静坐跟打坐的要有正确的了解否则会走火入魔这样就违背了静坐跟打坐真正的目的啦。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有一次在安静的森林中坐禅被这个在家居士维摩诘居士看见了。那维摩就跟舍利弗讲说舍利弗像你这样在安静的森林中默默静坐，这个不是真的坐禅舍利弗就问那真正的坐禅是什么？那维摩就回答了：对所有的东西不生分别的意念，不要心想这边静坐比较好啦，那边很吵，那边静坐不好啦。
不要认为在喧闹中不能坐禅，在安静的森林中才可以。只要有心，何处都可以静坐啦。因为无处不到常啊。到深山中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坐禅，虽然是心无尘垢的境界啊，但等于是做死禅。因为即使已经排除心的尘垢了，那段时间啊，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活在世俗当中啊，还是不能离开人群啊。所以只是找个静谧的场所静坐，不是大乘佛教徒所走的道路哦。越是想走向圣者之道，越要成为凡夫。先超凡，才有可能入圣啊，这也是顺序哦。那这一段是很经典的教示啊，先超凡再入圣啊，这也是有它的先后顺序，不能颠倒错字啊。那依法跟依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在团体里面，有人因为意见跟别人不合，或跟别人有意见摩擦，结果就意气不来啦。这个就是依人而不依法，刚好跟佛陀讲的依法不依人的是背道而驰啊。那以法为师，就是以依法而学，是以真理为依据啊。凡事依照真理去行事。那人们之所以不足以为一，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见解各有不同啊，甚至每个人还会坚持己见，对，很难做到放空自己跟放下知见啊，因此才会造成团体中常常会造成意见冲突，不是吗？有一位实业家志工哈，由于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这个商场上呢，需要跟人家竞争嘛，他在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具啊，跟专业知识啊，然后把事业做得很成功啊。但也因为他自己的成功经验，而逐渐塑造成他自己自信满满跟自视甚高的人格特质啊。有时候也因为过度坚持啊，而陷入什么刚愎自用、我行我素的这种强硬态度，他自己不知道。那这样子的习气，当然也很难跟别人结好缘了。对，什么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对，他不懂得集思广益啊。对，于是呢，他逐渐感到做起事来很有挫折感，也很困扰啊。他一边做志工，一边起烦恼，变成烦恼缠身的在缠菩萨，纠缠的缠啊。那我们旁观者清呢，把它分析起来啊，就是自信满满的一杯水嘛，没有办法放空自己，所以他听不见别人给他的谏言嘛，那这种傲气跟脾气呢，会让人呢不敢跟他亲近，也让团体呢十分的困扰。那这个时候，你即使道理说的再好再对，人家也是听不进去啊。无缘说话是非啊，不是吗？对啊，人家也不敢跟你提供意见的，看你这样子，人家也不敢跟你保持距离啊。那时间久了，你就变成什么孤家寡人嘛？对。佛法讲缘起性空听起来好像很深，对不对？其实也很简单，缘起就是做就对了。我刚才要投入啊，做就对了啦。不懂佛理也没关系，先做再讲，做久了自然就会懂。对，缘起就是做就对了。那性空呢？哇，好难懂哦。很简单，性空就是指付出无所求了，没有东西给你求的，空的。想要无所求，就要先懂得放空自己啊。有些人无法放空自己啊，这也是学佛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为人群付出能做到无所求，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事情了。对，然而常常身着我见啊，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这样也算是一种有所求哦。因此呢，要结好众生缘啊，就要学习刚刚前面讲的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就不会与人争辩而起纷争这也是入人群必须学习的一门功课，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无争，不是跟人家争。舍利佛虽然是智慧第一
但那只是声闻界的智慧第一啊，不是菩萨界啊。文殊师利菩萨才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啊，两个的都是智慧第一，但是境界不一样啊。所以舍利弗虽然已经断烦恼，但疑法跟疑惑还在。即使佛陀要开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舍利弗还是心存疑惑跟信心不足哦，半信半疑的哦，甚至还误以为魔王现身为佛陀，要来宣说错误的教法。其实这也是一种无法放空自己而造成成长的瓶颈。那这个瓶颈就是什么？身着我见啊，大法难投啊，投手的投，大法难入我们的心的意思的。也就是有先入为主的知见瓶颈，知见的瓶颈在先，而造成观念卡住在后嘛。对，心血管阻塞啊，才造成心肌梗塞啊，一样的啊。对，各位想想哦，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会这样的，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因为菩萨道一乘法的观念是，甚至超乎舍利弗所想象的理解跟范围哦。这个跟舍利弗过去所学的小乘法门有很大跟很强烈的冲击啊。所以舍利弗对一乘法的真实教义存有怀疑跟不信，这个是许许多多传统佛法修炼者的典型代表，很值得我们作为借鉴啊，因为现在还是存在这样的现象嘛。好在呢，佛陀以大乘方便法开权显实啊，最终善巧的让舍利弗等这些弟子们呢看清，这个是佛陀在教授一部无上甚深微妙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是修炼声闻道进入一乘菩萨道的教法。哇，他们立刻体悟了，哇，这个根本就是成佛的究竟之道啊！也从这个地方升起了菩提心呐。所以这一段典故提醒我们，舍利弗执偏空，执着在那个空，但他却没办法彻悟妙有。那解空第一啊，佛陀十大弟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也是一样啊，只知道空，只知道真空，却不知道妙有。只知道诸法皆空，却没有彻悟，其实因果跟业力也是不空。因此呢，我们要学的是空有两相，不落两边，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要靠中间，就是中庸之道啊，也才是圆融与圆满之道啊。那佛陀在宣讲心经的时候呢，以舍利弗为当机众，提醒他，你要知道，菩萨起观照的时候，观色不异空，观空不异色，色与空不是两样哦。就好比是冰跟水的关系哦，本质上冰就是水，水就是冰。菩萨观一切色都是因缘生法，一下从无到有，一下从有到无啊，如浮云梦幻一般啊，虚与变灭现无常啊。因此佛法不只是说诸法皆空哦，也说诸行无常啊。因为色的本性就是空，不须等色灭了才叫做空，所以才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道理在此啊。那修行境界高的人已经是达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这个境界嘛。他们哪有高低上下大小远近等等的分别呢？都没有分别，当然就没有执着啦。就好像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跟心都是空的，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会惹尘埃呢？所以才说自惹尘埃嘛，有尘埃是因为你自己惹的啊，对，自寻烦恼，自惹尘埃啊。有这种空的道理呢，就不会常常感觉，哎，我被谁伤害了啦，动不动就被境界影响了，影响自己的心情啦、情绪啦。
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体空则无毁我之人呐，心空则无迷我之物啊，实在很有道理啊！强调就是空。那离一切执着，才能见到空理呀；离一切名相，才能透彻人生呐。所以离执跟离相对修行之路能否清安自在，也是十分重要。而离执跟离相，只要是离了啊，就是空了。所以要先能够做到放空自己，才会体悟到这样子的真理啦。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就讲到这里啊！感恩各位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